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哈，应该怎么样保养？不仅仅是从我们的皮肤上，包括我们女生，尤其是我们进入中龄之后，我们得学会保养二字，真的是要贯彻到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首先，我们这个频道最主要的是讲护肤哈，在这里我就再自己自嗨一下。开设这个频道呢，是有几个点，就是我认为我一定要开一个频道去分享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从一个天生皮肤特别的差，也就是说，在我的人生，我现在40岁了，在我的人生过程中哈，小 baby 的时候不知道，就是那听我爸妈讲的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认知能力，反正是在我的认知能力里面，我没有见过比我皮肤更差的人啊。所以说，今天我能走到这个地步，这一生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的女孩子，在这个话题上要付出的这种心血，或者是付出的这种关注要多得多。我想把我总结到和我在这40年过程中理解的关于皮肤的知识传递出去。那么第二点就是 A 醇 A 酸，那么因为 A 醇 A 酸这个契机嘛，就开了这个频道。我对皮肤真的很关注，所以说在这个上面东西，可能别的小姑娘还不太关注这个皮肤问题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深入在这个领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小红书发了视频之后，才一下有了粉丝关注我，给我的信心，让我去开设频道。那第三个原因呢，也就是那我希望用这仅有的每天这个视频里面的几分钟啊，1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来记录我的美好。好了，话不多说了，那开始今天的主题。秋天呢，皮肤最重要的就是保湿。从外我们能做点什么让它保湿？保湿的成分我有出过几个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完这支视频去翻一下。那么这里面保湿剂哈，根据你的状况和你生活的区域，比如说我在温哥华，秋季温哥华马上9月底10月11月就开始进入雨季了哈，就是这个淅淅沥沥能下1个月那种的，像这种地方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潮湿的。那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是在加拿大中部，一般情况下它不怎么下雨，但是它下雪能下6、7个月那种的哈，它就干燥，就是能感受得到的这种干燥。那如果你在潮湿地区呢，那么这个玻尿酸是特别的适合你。如果你在干燥地区，不要选啊，大家听好了，不要选特别高浓度的玻尿酸。真的，这玻尿酸不是越高越好。空气里面没有那么多水分，那这个玩意儿它不管你是从里还是从外哈，它都要hold到自己身上，会反向的去拔干。干燥地区最适合的其实就是凡士林，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凡士林质地哈。如果你生活在干燥地区，皮肤特别的干燥，那么你早晚都可以使用凡士林。凡士林有很多使用方法，我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在你的护肤品里面哈，就你洗完脸上保证湿的这种状态，潮的这种状态，你的这种什么乳液、面霜、护肤哈，那你在你最后这一道乳液、面霜里面加那么一丁点儿凡士林就可以了。如果你怕凡士林太多了，不是太腻嘛，就加那么一丁点儿混在你的乳液或者面霜里面，它就可以增加你这个产品的保湿力度。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用凡士林的话，你前面擦这个之前，你要保证你的脸就是不是那种干的，就有些女孩真的是洗完脸之后，她就不着急啊，她一定要等那个脸干干的，她才去揉那个保湿乳和那个保湿面霜，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要是用任何那种保湿产品的话，一定要确保你的皮肤是有含水力度的，就是你皮肤里面是最大限度的有水的。它不滴水，但是它是有水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在封层加一个保湿剂，才能起到保湿的功效。除了这两个呢，还有神经酰胺。这个时候神经酰胺比较适合皮肤比较薄，就是你一年四季相比周围的姐妹们，你的这个出油状态比较少，就不怎么爱出油，人家天天拿这个吸油纸擦油的时候，你那个脸还是哑光倍儿干的那种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有点干裂了，那个保护力度就不够了。那最适合你的就是神经酰胺，因为神经酰胺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脸上分泌的油脂里面的一个成分，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也比较天然的这么样一个保湿成分。除此之外，还有 B5 啊，B5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剂，它不仅保湿，还可以起到抗老功效。讲太多了，B5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其实我们现在护肤品里面大部分就是这些年比较火热的成分，什么果酸啊、PHA 啊、玻色因啊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湿力度。那这个时候你就可劲儿的就用吧，越安全就越可劲儿去用。但是所有的酸类这个东西哈，你不要说有一些，比如说 PHA 适合这种敏感性的刷酸，只要它有一定力度的剥脱性，那么在秋天是适合，但是也一定要小心，因为秋天有一些皮肤是会很敏感的，因为它皮肤本身就薄，hold不住水又干，那在这个季节就会增加它的敏感度。那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去讲。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之前发小视频，我跟大家聊，我应该2年前发小视频，就是蜂蜜。我告诉大家，蜂蜜真的是超好使，因为我是一个极度干燥肌，蜂蜜在我的护肤流程中应该是秋冬季节是必不可少的。maybe 不会天天用，但是如果特别的干哈，而且这个干燥啊，其实跟我们身体也有关系，马上就要讲得到哈。就是你不是说每一天都有这个状态，但是哪一天你会觉得这个人呐，这个皮肤好像真的是没有光泽，然后缺少水分，那这个时候晚上你就可以在你的护肤品里面加那么一丁儿蜂蜜，试一试，姐妹们，不要说这玩意儿加脸上黏不黏的，尝试一下，因为我自己推荐给身边啊，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试完之后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当然了，它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你天气开始暖和了开始潮湿了，人的出汗多了，那你就不太适合再去用那些东西。秋天是最适合用蜂蜜的，因为蜂蜜非常适合我们人类在秋天使用。那除了以上这些保湿成分之外，那这个时候从夏天到秋天，那如果你觉得脸特干，每天就想泡澡，每天就是冲个澡，让这个皮肤舒服，这类人群其实和我是很相似的。我就有时候就开玩笑讲哈，就跟身边的朋友讲，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一个鱼脱成的，就是如果我不在水里泡，我就会觉得皮肤真的很干，就是那个干就是属于人类想喝水的那种饥渴的干，但是它是表现在我们的表皮上的，就是这种感觉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跟夏天不一样，因为夏天我们从里到外的，我之前有发视频在讲叫什么清洁，一直在清洁，对吧？那么冬天呢，它会有一个收敛的功效，所以我们的皮肤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往外出的这个功效，它就收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泡澡完，或者是你贴完面膜也是一样的哈。大家秋天有时候干呢，贴面膜，你贴是可以贴，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些工作完了之后要加强保湿，要比夏天要加强保湿。也就是说，夏天你可能随便涂一个比较清爽的乳液就可以了，但是冬天这个厚实度就要上来了，就要有一个强效保湿的这样一个状态。刚才说了洗澡了哈，那秋天还建议大家慢慢的减少洗澡的频率，但是现在咱们大部分人可能都要每天洗澡，就养成习惯，不洗不舒服哈。秋天转冷，这天比较阴凉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洗澡。如果洗澡的话，大家记着哈，在晚上洗澡，因为我们秋天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白天的这个阳气，要接收白天的阳气。为什么？因为不像夏天一样的，我们能接受很多的这种阳光哈，就人晒背啊什么的，把一年的病都治了哈，这个阳气很充足。秋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很需要有早上起来的那个阳气，我们要把它给留在身上。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在早上去洗澡，本身这个阳气升起来，虽然洗个温水澡、洗个热水澡，挥发之后是会带走身上的阳气的。所以秋天洗澡，一个是少洗，一个是晚上洗。同时呢，秋天减少洗头，其实跟洗澡原理一样，除了咱们说这个要保留收敛这个阳气之外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油脂开始分泌减少，它不像夏天一样，我们所有的这个毛囊的健康是需要一定的油脂的，就是不要脏就行了啊，不要脏就行了，就是脏了容易滋生细菌嘛，但是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厚度来帮着你的皮肤做一个防护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按照养生，咱不按照这种卫生啊，按照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减少洗头的频率。除了第一点皮肤之外，第二点就是在作息方面，秋天我们要改正的就是要早睡早起啊，我们需要有收敛的，要早睡哦。因为夏天咱们都怎么样，吃个宵夜呀，熬个夜呀，没有出去嗨一下哈，这个所有的这个往外走的这个发散的这个东西都在夏天会表现出来。那么秋天了，可能好像
确实约会也减少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早点睡觉。早点睡觉呢，可以帮你收敛你的精气，它是有助于滋养你的气血的。早起一样的哈，刚才说了，对吧？你这个阳气。这个太阳的这个晒太阳的这个天数越来越少了哈，晒太阳的时间减少了，所以我们要早起，让身体更早、更快、更多的去吸收这个阳气。这个气血调养好，它不仅仅是让你的脸漂亮，看起来年轻，姐妹们。这都不是关键的，关键还是那句话，它可以长命百岁。秋天呢，还比较适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运动。什么运动？我们什么器械都不需要，就是深呼吸。夏日炎热，人是外放型的哈。那秋季我们不仅要收敛，我们还需要我们滋养我们的肺。那肺是什么？我们要清肺。就在秋天来进行，那么深呼吸呢，就可以帮我们去锻炼我们肺部的功能。所以咱们中国人说的好哈，秋高气爽。哎，这个气爽，你说这词儿就是听起来就想多吸那么两口，对吧？清晨的时候，当你这个阳气上升，你起床的时候能感觉到你的热回来了哈，大家可以去细致的体验一下。如果你不体验，你可能觉得我这说的好像有点太神道了。你从明天啊，就明天早上起床睁眼，不要着急的去从被窝里起来，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可以去细致的体验一下，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热气一点一点的回来，这个就是阳气。然后你身体很快能感觉到这个一股暖流之后，你再慢慢的起床，哎，洗漱啊，吃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上学上班哈，你可以做一下这种放松疗法。在这个放松疗法中哈，体验一下这种深呼吸，这种感觉是需要你去感知的。你吸的这个气到哪里了？是不是把你的胸胀开了？就像我们唱歌的说，哎，你呼吸的时候，你要下面要打开，怎么打开？其实就是深呼吸，把你这个肺部这个气囊撑起来这种感觉，然后把这个气哈要吸到下面，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去锻炼哈。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最好锻炼，比你做什么撸什么铁哈都要重要。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简单，也不需要你花费任何的时间、精力、金钱，每一天都可以去尝试多吸那么两口。当然了，有的姐妹们喜欢早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深呼吸最好也是可以搭配一些运动。有一些姐妹喜欢，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瑜伽呀，伸展、拉伸啊。现在有一些姐妹哈，我身边啊，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开始做八段锦了，这些都可以搭配这个深呼吸，锻炼我们这个肺部的功能。除了锻炼呼吸，还有一招非常适合秋天，就是敲打经络。这胳膊和腿外侧，尤其上了年龄之后，我们的外侧都需要多敲打一下。还有我们的头和我们这个头和脖子、颈和脖子、后脑连接的这个地方，也是不要使劲啊，不要使劲的捶，就拿那个气垫梳轻轻的拍打头皮，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脸部的皮肤，秋天给它一些按摩。为什么？这都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气血，更好的去流通。气血是什么？气血好麻烦去讲这个事情，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它就是营养输送营养的通道、管道、方式、方法。是气还是血，咱不用管它是到底是气还是血还是液哈，反正是通。你让它通，它就会给你更多的营养。那给你更多的营养，你不更漂亮吗？对吧？你的各个细胞就会更健康，所以给我们展现出来就是年轻漂亮。这个方式非常适合秋天，因为秋天是一个收敛的季节，它比我们夏天来讲的话，夏天是在火热动哈，你这个气血就比较充足。那秋天突然之间这个东西它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一些辅助，让它有一个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过渡，就不要让它突然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比如说有慢性病的这些人哈，就到这个季节哈，就会有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气血它突然就降下来了。那个秋冬季节，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子的小运动，来帮着我们去过渡这个季节。皮肤、生活作息，第3点就是饮食。那大家有没有发现，秋天是什么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蔬菜水果都挺多的哈。之前有跟大家说，这个水果不建议大家多吃，虽然如此，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吃的话，要吃应季水果。那这个时
时候秋天里面的水果比较多哈，尤其对我们大部分的区域来讲哈，如果你不是在热带地区的话，大部分区域来讲水果都是在秋天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苹果呀、梨呀，包括秋天之王这个叫什么石榴哈，这些东西都是生长在秋季，就它秋季成熟的。除了水果之外，还有一些蔬菜。最典型的是什么？南瓜，对不对？马上到南瓜节了，南瓜、胡萝卜，这里面都富含有维生素 A。茄子哈，然后还有什么？我前2天去摘了那个西梅，翻译成西梅，它其实就是一种李子，在秋天成熟的，酸酸甜甜的哈。这些高维生素 C、高维生素 A 的蔬果都是在秋天成熟的。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让我们吃这些维生素 C， 又让我们吃维生素 A 呢？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 cook 一下，就是你加热一下，这玩意儿里面的这些维生素可能都被损坏掉了。那为什么就在秋天这个季节，它给我们让我们去补充这些东西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哈，你说这个大自然有多奇妙。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维 C 的东西，吃一些酸甜的，然后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跟我刚才说的什么敲打呀、什么按摩是一个道理。它为了促进我们血液循环，让我们整个人能调动起来，做好一个防御工作。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秋季到冬季这个季节非常容易干嘛？非常容易流感。但是在秋季，它就让你补充大量的 VC 和 VA 来增加你的抵抗力。咱们中医说加快你的气血的流通，那么西医就讲什么？就是让你提高你的免疫力嘛，是不是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蔬果。你说什么东西好？大家都夸夸夸这使劲吃啊！这个东西，水果这些蔬果这些东西，毕竟它是点缀的，它不是主食，它不应该把它当成主食，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也不要去大量的、过量的去吃这些东西哈，就是点缀一下就可以了。除了蔬果里面的维生素之外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季节蔬果这么多，这出来的这种就让我们生吃这些东西这么多，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高的粗纤维，它让我们清理身体，也就是我们这个夏天哈，你看我们要散热，我们要把这个身体不要的东西从上从下从全身的毛孔中都把它丢出去。但是秋天呢，毛孔要有一个收敛的功效哈。那收敛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就自然而然的就防御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清理身体。你看蔬果里面这些粗纤维啊，它就除了维生素，它就是帮我们一个通便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能够清理身体，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清洁，来迎接或者是来抵御所谓的外邪。那这些秋季的蔬果，那还有刚才往脸上擦的那个蜂蜜，在秋天吃一些蜂蜜也是不错的选择。你看它也是起到了既可以滋阴啊，又可以润便，所以这些食物都是秋天养生的必备哈。第4点呢，就是讲情绪。所有的保养如果不讲心理上和情绪上，我认为都是没有用的，一点用没有，因为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对我们的身体影响简直是太大了。秋天呢本身是应该收敛的，经过一夏天这种热抒发之后哈，进入秋天之后，人慢慢要收了。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咱们上了年龄之后，也不知道现在更年期还是怎么样，反正是心烦意乱的事儿特别的多，也是气候给我们身体，然后影响到我们情绪的这样状况，我们容易急躁。往往进入秋天之后，阳光呢就越来越少了，进入了这个阴雨寒冷，窝被窝也不想出门了哈，晒不到太阳了，缺少维生素 D 了，没有这个快乐维生素了哈。反正是不管它什么原因，这些东西你说它就神之的相似哈，咱们管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你看它都能对得上，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呢，人就容易抑郁。所有的这些东西让你放松啊，深呼吸啊，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平复我们的情绪的。还有一点呢，也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效的，就秋冬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有太大波澜的一个小方法。以前唱民歌女高音的，所以我生下来我会哭的时候，就比别人的嗓门要大，就哭的声音特别大。您是没听过我爸嗓门比我还要大，所以说我是很难去把声音变低的。有时候录视频的时候呢，我也有意的去控制自己，让自己稍微把这个音量
就是这样子讲话，稍微低一点。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你和我一样，平时嗓门比较大，然后又是一个外向型的职业，就像我唱歌这么多年哈，但现在虽然说20多年不唱歌，但以前学这么多年专业的，习惯性的会把这个声音呢，就是放在上面。我发现的不仅是因为我唱歌是这样，我发现很多身边的女孩子都是这样子，锻炼自己，把声线哈，把这个声音的这个高度，这个气呀放下来。这个时候你的人是一个就是收敛的状态，就非常适合秋天。那如果你想高八度的跟老公吵架啦、吼孩子啦，这个时候虽然说特别难控制，我特别的理解，但是咱们一起努力哈，把这个声音啊就控制下来，把这个说话的这个气呀放低一点儿，放下面，你就会觉得这气慢慢的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嗓门和你的声音音量哈就会降低一些不仅可以帮我们泄火，就是本身要嚎出来那个火能帮我们平复下来，同时呢你这么交流其实省了很多矛盾，对吧？也会产生比较少的矛盾，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小技巧，也可以去试试看管不管用。确实大家情绪不好，自己在家里面生闷气的话，可以少量的去补充一点 VD， 确实这个落差呀非常的大，尤其是年龄越大，你就会感觉这个落差大。为什么？因为年龄大的人，他的营养的供给，并不是说我们吃的不够，而是说我们身体对营养的这个吸收啊，就它整个的这个活跃度已经减弱了。那么年龄越大，或者是你在这个方面特别欠缺，就是比如说抑郁症患者，对吧？他在这个方面已经特别欠缺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上问题，它跟身体内部也有关系。所以这一类的姐妹人群，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办法控制住，很烦躁。到秋天这个季节，天天阴雨连绵哈，人不出太阳，这个没有激情。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每一天去补充一些VD。总体来讲，秋天就是一个干燥、收敛，世间万物运行开始怎么样？开始变慢了 ，slow down 了，这种感觉是吧？夏天就觉得一个开放，一个火热，好像所有东西都运转起来。那么秋天就是一个变慢、变安静的这样子的一个季节。那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保养都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精气，保住我们的气血，为了抵御马上要来的这种外邪。特别适合现在这几年哈，大家把身体养好，比啥都重要啊，比打什么针、吃什么药都管用。最后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秋季焕肤这个话题。一到秋天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刷酸也好，咱们说刷酸也好，咱们说焕肤也好，其实焕肤有很多种方式。刚才所有讲的这个秋天保养，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焕肤。你的气血好了之后，气血流速快，你的皮肤的更新换代就会快，而且你的嫩嫩的皮肤的这个细胞的生命力就会更强，因为它的营养充足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起到皮肤焕肤的。其他方法，比如说刷酸进入 A 哈，都是很适合秋天去进入的。但是哈，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秋天有一些姐妹们，她的皮肤是会非常干燥的。那这个干燥是它不出油的这种干燥。那么秋天她再去用酸，用这个 A 酸哈，它就会特别的敏感。那么如果你是此类的皮肤，不妨再去等一下，等到秋天过去之后，等到冬天和春天连接的这个季节哈，就是还不热，但是开始转热的这个季节去尝试使用。为什么？因为这一帮人哈，这一帮特别敏感的人，他们的表皮都非常的薄弱，也就是他们的防护力特别的差。那么到春天是一个生发的季节，虽然破坏了，但是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好的去愈合。所以这个东西要说是简单，也很简单，把脸洗干净，涂个雪花膏，擦个防晒就可以了。那当然了，这以上是如果你在身体很健康状态下，这些就足够用了。这3步啊，洗脸、涂雪花膏、擦防晒，咱们都人无完人嘛。尤其是像我们现代的人，我们有压力了，我们吃的垃圾食品了，我们睡不好了，我们天天刷手机了，那这些东西都是后来加上的，这外面这些擦的抹的都解决不了的。所以抗老这个事儿，它真的不止停留在你用什么擦什么，太 low 了啊！这个阶段就真的太 low 了。我觉得只
只要你去关注这个，而且咱谁不想多年轻几年，对不对？谁不想多健康啊，对不对？你现在看我妈，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健康。我要想我儿子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像我妈这样子。当然了，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